KO。日本精神小伙头戴鬼面具装神弄鬼，企图用这种方式吓倒中国选手，走路的样子也是大摇大摆，十分的嚣张。再看背后的高耀旗，更是格外的刺眼。看来这个日本精神小伙根本就没把中国拳坛放在眼里。同时在日本的采访中，他更是狂言道，如果泰森跟他来一场比赛，他更是能轻松的裸脚泰森，因为在综合格斗这个领域，他就是最强的王。能说出这话，不知道是辐射鱼吃多了，还是脑袋进污水了，居然敢这么嘲讽拳王泰森。果然日本人的嚣张本性从始至终就没有变过。此人还有个外号，名叫日本肉盾王，号称绝不会被 KO， 在日本也是没有过被击倒的记录。但今天他的对手来头不小，来自中国的藏族小将将会迎战嚣张的日本精神小伙。藏族小将恩波尼洛来自大名鼎鼎的恩波格斗，也就是电影《八角笼》中的原型俱乐部。作为从小就在俱乐部长大的孩子，恩波尼洛的技术非常成熟，同时也十分低调，在擂台中经常一个不注意就会将对手斩于马下。这场比赛他也是迫不及待，想要亲自上台报仇这个嚣张的小日子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两位选手已经登上擂台，左边红色拳套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恩波尼洛，另外一边蓝色拳套的是前田卓哉，来自日本。那这边裁判的话是名叫格雷格，是澳大利亚的一位专业裁判。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可以预测一下究竟谁能够获胜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正式开战。开局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开局布置。左边的红色拳套是恩波尼洛，另外一边蓝色的是日本选手。开局两人的步伐移动都非常快。日本人先行进攻，被抓住脖子。恩波尼洛这边是抓脖，想要放倒。看一下在地面的缠斗中，钳制住了对手的脖子，能不能拿到一个上位？或者说这个地方拿到一个断头台也是可以的。日本选手非常顽强，整个人身体啊是翻了180度，翻了个角度。但现在恩波尼洛又是拿到了一个上位，从背后钳制，能不能拿到背？这个位置两人的较量非常激烈，又一次抓住了对手的脖颈，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裸脚。两人的腿部在比拼，又挣脱了，换个位置，先打两拳。恩波尼洛先打两拳，打两拳不亏。还是拿在上位，对手右转想跑，恩波尼洛拿到背了，这个位置上位的砸拳不断砸击砸到头顶，上位不断的砸击不断的砸击。看到这一幕啊，让我想起来刚才我们说到日本选手的外号，他的外号叫做肉盾王，就是说他很抗揍啊，看到现在也确实应了这个称号了，真是抗揍。当然除了抗揍啊，没什么别的优点了。在正面的进攻中是完全比拼不过我们中国选手恩波尼洛的，但他就有一个特点，抗揍，所以他比赛赢的方式一般都是抗揍，扛着把对手体力耗没了，然后自己再做出反击。这种打法也真是少见啊，乌龟型打法。能看到对手的教练一直在这指挥，两人回到站立状态，恩波尼洛还是拿住对手的一个背，松开了，拉开之后，日本人左手重拳，这也是很少见的一种打法。两人换拳，恩波尼洛又一拳打中，对手踉跄跑开，大摆拳也打出，恩波尼洛还在寻找机会，又是重拳命中，再打，左右手换拳。日本的这个长相啊，真的是典型的小日子的那种长相。一顶一记膝顶打倒之后，连续的重拳砸上，这个位置连续打到脑袋啊，裁判也不叫停，再打，打背打头，日本人还在扛，真的是肉盾王。澳大利亚裁判也不叫停，这边是抓腿了，抓到恩波尼洛腿，想把恩波尼洛放倒，不让他进攻了。恩波尼洛在夹缝中啊是打到对手的头部，但这个位置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要打到对手的后脑，打到了那就算犯规。比赛的规则还是非常严格的啊。好，这个位置是拿到裸脚了，刚布置起来对手就挣脱了，也没布置完成，对手是将恩波尼洛整个人搬了起来，但刚搬起来给自己找了一点腾挪的余地，他又被压在身下了。
这个日本选手是什么打法？完全就是乌龟打法，他的还击真的就是防守型，防守为主。恩波尼洛再打对手的背，再打腹部。日本选手是将恩波尼洛顶在了笼边，但是我们能看到他的左右拳并没有发起进攻，真的就如刚才所讲啊，他是想把恩波尼洛所有体力耗光之后再开始进攻。好，这个位置拿到裸脚了，日本选手开始裸脚，但是位置布置的不是很好，这个锁接的不是很结实啊，被非常轻松的躲过了。恩波尼洛逃出来之后，骑在了对手的身上啊，直接坐身上了。这个位置有点暧昧，看一下能不能拿背。日本是往后躺，不给拿背的机会。转来转去的，再打对手的背部。恩波尼洛现在是被对手压在身下了，将对手蹬开，立马起身，漂亮！这一波处理的不错，很冷静。正面的换拳，左右手不断打，连续轮打到。这个位置又拿到了对手的脖子，断头台能不能施展成功？一直在抓，一直在抓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对手这个脖子感觉非常危险，看一下，但是这个位置不好发力啊，是抓住了，但是没法发力。那第一回合的时间好像要快到了，恩波尼洛还能不能再找个好点的角度？好，铃声敲响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第一回合在这样的单方面碾压中过去了。简单休息一下，马上开始第二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回合正式开战。来看一下刚开局两人的打法风格有没有改变啊？开局，恩波尼洛又是非常强势的将对手堵在笼边，不断追打，平勾拳，想要起膝，高扫踢，再加转身的后蹬腿。恩波尼洛这场比赛在第二回合施展了更多的招数啊。对手的右摆要小心一点，这就是连续的追打，单方面在追着对手打。恩波尼洛报价很稳，顶膝，连续顶膝，顶膝配合一拳，再来跳膝，膝法的对拼，漂亮！转身的瞬间正好躲过对手的右拳。这个位置又拿到了对手的脖子，但拿的不是很稳啊，因为抓住了对手的胳膊，这只是把对手往下压了。好，将整个人压了下去，能不能七成？能不能拿到七成背？日本人的挣脱还是非常有力的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右手拳打下去，再打腹部，膝盖顶住对手，这是用腿将恩波尼洛给挣开了。好，正面硬打你两拳，能不能拿到背？骑上去拿背，日本人又翻滚，他的这个翻滚技术真的是炉火纯青。先护住头，挨揍是另外一回事儿，护住头不被 KO 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日本选手现在心里想着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算输我也不能以一个 KO 的方式输掉，他在日本就没这么输过啊。但这个位置是拿到了对手的脖子，能不能裸脚？能不能裸脚？这个位置感觉裸脚是非常好的。日本人能挺住吗？不可能，这还能挺住吧？肉盾王，我们能看到日本肉盾王的表情非常痛苦，脸色已经没有血色了。哎呦，没有搅完，没有搅完，恩波尼洛就松开了，打了一拳，感觉也是有点生气，怎么这么抗揍？没见过这么抗揍的日本人。台下中国教练也是很着急，在这儿教授战术。砸拳，看能不能把对手打 TKO 或者说 KO。上位砸拳，不断砸击，看能不能打出 KO 或者 TKO。这场比赛我们赢，也要多一个名头，把对手的这种肉盾王称号给他打烂。两人在地面不断缠斗，这种地面缠斗是真的消耗体力，要小心一点。日本人又扑了上来，这边想拿恩波尼洛的脖子，没拿到，站了起来，重拳还打空了。日本人感觉已经被打傻了，我们能看到他的左右手完全是在瞎晃，没有任何报价，又拿到脖子压了下去。这个位置拿脖子看能不能来断头台啊，这个还可以，
这个还可以，能不能继续锁？继续锁。如果说这一波还锁不成功的话，那就不要再用锁技了，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体力。又能撑下来，这日本肉盾王真是夸张，太抗揍了吧！这是怎么练出来的？这个位置拿到上位之后，日本人率先发难，但是进攻这一头他的技术不是很成熟，他的成熟技术在挨揍这一方面。所以说，并不用担心对手拿到上位之后会做出什么威胁性的动作。恩波尼诺躺在地上可以多歇一会儿。好，铃声敲响，第2回合暂告一段落。那这样简单休整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第3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第3回合准备开打。这边举牌引狼也是告诉我们啊，第3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啊，这个牌子非常的大啊。好，第3回合正式开战。在前2回合较量中啊，我们能看出来日本人的这个体能啊，还有抗揍技术是非常出色的。这回合恩波尼诺，我觉得不能再用锁技了，太消耗体力了。不如说就站立，或者说用砸拳的方式啊，去进行一个 KO 或者 TKO， 把所有的力气集中在拳头上。我们能看到日本人的这个战力真的是非常奇怪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报价，没有任何的防守，感觉是对自己的抗架能力非常的自信。有点像一龙金钟罩那个意思啊。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双手报价完全在下方，完全放了下来，没有任何报价，打得很嚣张啊，以为自己是谁，以为自己真是格斗之王。但是我们能看到他的步伐不是很坚定，有点很散漫的感觉，这也是他在虚张声势，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计。左摇右摆的啊，醉拳的意思。这一拳打空，非常的无力。这一拳就算打中也没什么力气。这边恩波尼诺命中之后，连续追打，将对手打倒在地，不断的重拳砸上，补拳，连续补拳，这个位置不错，继续追打，继续追打，很有机会，很有机会，漂亮！裁判宣布比赛结束，恩波尼诺拿到一个 TKO 的方式，获得比赛胜利。这个嚣张的日本人啊，虽然说输了比赛，但不得不说是真抗揍。被打成这样，愣是没晕，咱也不知道他怎么练的，可能真是喝点污水啊，对这个身体有一点变异效果，变异了，夸张，就这么打他都不晕。但最后胜者还是我们的恩波尼诺。这场比赛就算是打满回合，按点数判定也肯定是恩波尼诺获胜啊，所以说结果并不出意外。那么让我们恭喜恩波尼诺拿下本场比赛胜利，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忘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。我是徐峰，我们下期比赛再见。